公元1981年的春节，浓浓的年味儿和丰收的喜庆在广袤的大地上弥漫着。富起来的农民把社火闹到了城里头，耍龙灯、舞狮子、扭秧歌，这些消失了10多年的传统年俗又红火起来，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地享受改革的成果。城里人的生活也比过去丰富了许多，凭票证购物排大队的现象少了，自行车、手表、录音机，过去是时尚青年的3大件，如今成了寻常百姓家庭的日常用品。随着下乡的知青陆续回城，城市人口一下子增长了许多。为了生计，一些人开始在街头巷尾摆摊设铺，做起了生意。个体户就像雨后的春笋，一股脑的都冒了出来。1981年，中国社会经过将近3年的拨乱反正，社会关系基本理顺了，人们的心情平静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也该做个了结了。北京天安门的东南角是正义路，公安部的大礼堂就坐落在这条路上。1981年1月，这里是举世瞩目的地方，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严重罪行的林彪、江青2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的公开审判，在这里进行。受审判的10名主犯都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和权威，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在完成一系列法律程序后进行公开审判。特别法庭是一审审判终审判决，特别法庭的法官没有回避制度，特别法庭是临时组织的审判机构。这次审判首次使用了电视直播，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感受到了法律的庄严。判决宣布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社论称，这是人民的胜利，社会主义法治的重大胜利，这是一次公正的判决，法治的典范。这是正义的宣判，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新时代的开始。外电报道，对4人帮的宣判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了北京。一下飞机，她就把自己关在长安街上的民族饭店里闭门谢客。此行，她负有一个神秘的使命，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她是第一个有幸得以单独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施艳华是中国外交部为她配备的英文翻译。法拉奇上来呢，他就开始就问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现在呢，我这次到中国来呢，发现中国的变化很大，人们的衣着有变化，而且毛主席的像也挂得少了。但是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像，这个像是不是要挂下去？”完了，那邓小平同志说是要永远挂下去，不会拆下来。不仅是我们要挂毛主席的像，要永远纪念毛主席，而且我们还要坚持毛泽东的思想。然后他说：“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不能把过去的错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It's not fair to blame all the mistakes to Chairman Mao. 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呀，要非常客观的。第一位是公，第2位才是国。把毛主席思想里边许多好的东西啊，我们要继承下来。这个时候，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一个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工作的班子，正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历史决议的起草班子早在1979年的10月就组成了，邓小平亲自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当时提出了有3条，第1条呢，就是要确立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要把建国以来一些大事，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是错误的，要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对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第三条呢，就是对过去的事情要做一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呢，他提出宜出不宜细。6月27日，中共11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完成。合众国际社报道说，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这一年，托福考试首次登陆中国，向无数中国学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新近发行的第一张国内全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不仅推动着国内青年人中方兴未艾的学外语热潮，也开启了中国的世界之窗。1981年11月，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力挫东道主日本队，夺得了第3届世界杯女排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3大球项目中夺冠。喜讯传来，北大的学子们打出了振兴中华、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的横幅。人生能有几次搏？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口号。女排姑娘顽强拼搏的精神成了这个时代青年人励志的旗帜。早在11届3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完成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同时，就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组织路线上。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选好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4个现代化呀，没有一批严复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实话会只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一个战略问题，要有国有民有党1980年2月，党的11届5中全会召开，提出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问题。2月18日，邓小平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2天后，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了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年龄。4月10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随后，一批老干部响应中央号召，主动离休、退休或退居二线。在此前后，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周建人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相继提交了辞职的请求。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2级顾问委员会，并明确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的1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中顾委的成立，顺利的完成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老同志呢，心情舒畅的离开了第一线。这是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一个伟大的创举。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新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到底走什么道路？有各式各样的选择。12大说，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经验。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应该从11届3中全会到12大这个几年时间呢，已经走出一个初步的模型来了。那就是说，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头来，要改革，要开放，要坚持4项基本原则。在会上，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并正式把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2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9月22日下午，一架负有特殊使命的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走下了飞机舷梯。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也从四川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就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会谈。1982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在各方关注下，中英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就如何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正式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摆出一副先声夺人的架势，强调有关香港问题的3个条约有效，必须继续遵守。邓小平明确地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说中国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Is to say, look, there may be a lease, but don't you think it's a matter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at is where,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China, China said no.
sovereignty. It is vital to us and to our people to recover sovereignty of those islands. It is a matter of pride. You see, we would look at not only the territory, but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there. China, I'm afraid, looked at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as an important one, and because the people were on that land, they must therefore revert to China. So in that sense, one was depressed. 失望的撒切尔夫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她又打出了一张经济牌。他就说你们搞4个现代化，那就需要香港的繁荣。没有英国的管制，香港就没有法繁荣。没有法繁荣就会影响你们4个现代化搞不成或者搞不好，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当然是个可笑的逻辑了。他是不但这样说，而且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要宣布或者实行你们的主张，要把香港收回，那么的话，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影响，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个话就带有点威吓的性质了。铁娘子的威吓对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来说，当然无济于事。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那么针对着他所谓这个灾难性后果的说法，小平同志又讲，所以如果真的出现夫人刚才讲的会出现什么灾难性的后果或者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就要勇敢的面对这样的后果做出决策。这话很硬了他最后还讲了一句非常硬的话。我可以跟你这样讲，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什么大的波动，是吧？如果一旦发生什么大的波动，我们要考虑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我们要重新考虑。后来小平同志就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讲了，我讲这个话，我想他应该懂了，什么叫做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女人天生爱美丽，服装、发型、化妆让人眼花缭乱，纹身、整形，女人们甘冒切肤之痛。这些奇妙的美丽工程，究竟是甜蜜的陷阱，还是女人们的必经之路？成就美丽系列将从中国出发，游历世界各地，探寻美丽奥秘。1983年，中国社会一派生机盎然，12大提出的翻两番、奔小康，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这年春天，全国最富有的农村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出了一件新鲜事。华西大队要从兄弟社队招聘合同工，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10里8村的农民都赶来报名，吸引他们的是华西大队越来越富裕的生活。当时，在江浙一带，像华西大队这样的社队企业已经不再忽明忽暗、躲躲闪闪，开始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成长起来。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结束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一工一农，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不久，这些社队企业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乡镇企业。
这些企业中的农民合同工也成了最早的一批农民工。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包产到户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2次革命。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我们小康的标准啊，人民要幸福。那么怎么能幸福？我们有3条标准：这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我们这3花3园是美化、绿化净化，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农民生活在乐园。所以我们这样的是小康标准。小康这个富有鲜明中国特色、老百姓感到亲切熟悉的美好概念，是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小康之家确定了人均800到1000美元的标准。这样，长期以来十分抽象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成了与每一个中国人都利益攸关的具体的发展目标。3中全会前后，小平同志他就意识到，我们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是很有困难的，所以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1979年底，他就正式提出小康社会，就是一个日子好过，但是还不富裕这样一个目标。1982年，党的12大把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2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确定为全党的奋斗目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令人振奋，也极大地唤起了各行各业改革的热情。在农村改革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下，国营企业改革在当时机制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当时被称为大集体的国有地方企业，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地处偏僻一隅、名不见经传的浙江海盐县衬衫厂成了这一轮改革的领头羊。海盐衬衫厂是个只有300多职工的小厂，当厂长步新生接手时，企业濒临破产，年产40-50万件衬衣，却有近1半堆在仓库里。老工人的退休金也无处可支。由于各个方面企业内部机制问题、体制问题，各种条条框框所以造成各种大口碗。你们去改变这个条条框框，那生产上不上去啊，你又发展不了，产品推销不出去，对不对？低效率的根子，生产低效率的根子才是平均居，分配那个平均居，去大口碗。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步新生想到了改革。步新生一出手就是几大板斧：一是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二是抓质量，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此话由步新生说出后，曾风靡一时。三是规定请假不发工资。步新生解释，这是为了治一治泡病假这种流行病。四是每年要开订货会，邀请全国各地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到海盐来，吃住行由他们全包。改革很快收到了成效，工人收入提高了，勤奋手巧的工人收入是原先的2到3倍。工厂像样了，被誉为花园式的文明工厂。职工在工作日还可享受免费午餐，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
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也有了着落。1983年2月22日，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这是企业用工制度方面一项带有方向性的重大改革。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实行责权利相结合，打破了建国后几十年来用工制度上的铁饭碗、大锅饭，真正建立起了竞争机制。不新生的改革使扩大企业自主权、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深入人心。